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分享生活美照，活泼灿烂，活泼笑容甜美如初恋。2023年1月13日，杨紫工作室在友情台上分享一组精彩写真，并配文称幸福的部分幸福到毛茸茸的，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广泛关注，点赞评论层出不穷。看得出来，如今的杨紫其实名气超大。图片中，杨紫身穿白色衬衫、米色棉质大衣，下搭一条自由裤，整套穿搭看起来非常随和。一头柔顺的长发披在肩上，气质格外富丽堂皇。杨紫同样以凹陷的姿态留在高楼的廊下，时而对着镜头甜甜的笑，时而侧头望向远方，迷人的笑容更是让她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，就连她的侧脸也可以称为理想的孩子。她头上还戴着一顶羽毛帽，还有一个迷人的极简白色兔子娃娃，她的造型似乎是为了迎接野兔时代的到来。杨紫同样对着镜头造型剪刀手，虽然照片有些模糊，但她那潇洒精明的外表倒是展现了她年轻活泼的一面。杨紫更是全身涂着淡淡的化妆品，一笑就露出一口洁白无瑕的牙齿，这惊艳的3层五官，美得让人忍不住看个不停。她真的和初恋一样令人振奋。她的身后是一座灯火通明的城市，霓虹灯火通明，但喧闹的城市并不像杨紫那么迷人。如今，她也化作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在朦胧的冬夜给我们带来了温暖。看今天的杨紫还是这么妖娆，以后也很期待她在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作品的同时，她还会分享更多美图。而且今年杨紫已经30岁了，万一哪天她能正式公布恋情，我相信她会赢得大家的青睐。肖战被品牌奢侈录取，购物者是上帝，肖战是财神爷的打开方式。这几天，随着某品牌误导消费者的事件发生，粉丝们也在力挺，合理翻盘。无论如何，差不多，我还是有些尴尬。对被侵犯的肖恩笑感到沮丧，但其实我需要考虑大局，说服粉丝，妥善处理事情的发生。然而后来，每个人都因帮助 Sean 的几个不同品牌的鼓舞人心的活动而恢复了健康，烦躁的心态一扫而空。当天晚上被 Sean 拥抱的 NARS 美妆护肤品发现了一罐洁白的护肤品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粉丝说：急什么？当你和我的孩子签下这条线的城堡时，我会来帮忙。别人说是性格，如果必须，你应该是最好的选择。京东真的很吸引人。以上是抖音的文案，我一向谨小慎微，老老实实，到头来还是欣赏别人。总之，只是误会了。这句话同样成立。北京小狗展更可怕，大家纷纷表示，这同样是对观众的精准批评。Gucci 再次成为权威 ，ins 舞台发行其全球形象代表的全球品牌部长照片，并为其全球形象代言人设立了自己的代表，向全世界报告：我的代表真的是全世界的，不是唯一的。青岛啤酒明显更野蛮，大肆宣扬，让全世界都知道肖战是我的。几天前，平静的鸽子在恢复协议时给了肖安面子。150天的短片，10个城区477场露天宣传，3个城区26000个建筑，用不同的方式传达我的兄弟情，真让粉丝感动落泪。开小炉还原广州巅峰，点亮爱心入场，推进上海双峰剧目，监制西楼补偿入场。这些品牌的活动，真正让粉丝们心潮澎湃，让大家看到尊重和欣赏。估计肖战也有同感。采购商是上帝，小恩笑是品牌的宝库和财神爷，这才是品牌、买手、代言人的正确打开方式。02，肖战玉骨遥被 C 正式报道央视，洋货踏踏实实，穿搭秀来了。肖战任敏主演的玉骨遥距离录制已经1年半多时间，明明已经过了惯常合唱的拍摄季，却因为种种原因延期了。未显示，去年年底以来，网络上关于这部剧的到来的传闻很多，但最终都归于无闻，理由是官方没有给任何好的借口，粉丝们只能焦躁地袖手旁观。据知情人透露，之所以延期上映，是因为肖战的原因，因为团队需要压制他的知名度，所以虽然他通过了调查，
却不被允许交流。不过，他完全没有想到网友会有这么大的反响。他对肖战和他的作品印象还不错，他经常在微博上散播自己的筹码，甚至让他们家喻户晓。人体模型作品将亮相玉骨遥，穿搭秀玉骨遥再次被推上微博热搜。据悉，今年首发将在韩国上映，汉卫视同样购买了该片的版权。这是尚未交付的主要本土电影。公开声明电影，最近许多陌生的组织已经获得了本土电视节目的版权，允许本土的戏剧作品前往另一个国家。之所以能够选择出国，完全是肖战全球影响力的直接结果。他曾凭借自己的辉煌理想，赢得了这个星球上最有吸引力的明星，因此在国外拥有众多粉丝。当玉骨遥的消息传到国外，央视就开始插播了。央视综艺节目权威微博同样发布了一则名为2023大众剧化的消息，其中包括玉骨遥的报道，以及该片不可避免的海外到来，显然是被寄予了厚望。玉骨遥在被罚下之前，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总而言之，这是腾讯交付的 S+ Showstopper， 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舞台，所以这部作品的性质是肯定的。肖战在中国的影响力毋庸置疑，他很少出现在人体模型作品中，这也是他转行以来最难忘的作品，意义非凡。自从爆出男1号肖战的消息后，他的知名度也进一步扩大。虽然女1号的争议很大，但有肖战这个人，一切都迎刃而解。玉骨遥也是当年网络上最著名的电视剧之一，这也是他未播先火的原因。去年8月，曾传出该剧将要开播的传言，不少人认为极具说服力，但肖战方在中心导流方面予以否认。看样子，这2个集会还没有解决什么时候交付，而且该小组对他几乎没有任何熟悉。玉骨遥在不同的舞台上疯狂，已经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根据目前的情况，央视给这部影片赋予了不可思议的意义，也对这部影片进行了独到的推荐。离权威送行不远了，过年后可能会有大动作。要知道，一部成功的电影在中国上映后，由于口碑好，预估在韩国的上映季应该会比在中国上映的时间长。也就是说，这部片子有不错的机会，它将在第1季展示，然后运送到国外。很多人估计这部电影会被偷偷放出来给更多人看，因为它现在的知名度太高了，不管评价是否属实，都会被它抢走。还有一些人甚至说，这部电影就是2023年的《苍兰诀》。事实上，这2部电影的情况各不相同。《苍兰诀》是一部低开高走的电影，它可能会走得尽可能远，并且粉丝的帮助同样很高。我接受这部电影不会令人沮丧。2个内容的开头有很大的反差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肖战的另一部电影《奇幻之海》早在2023年就入围了2023片单，虽然才7个多月，但目前已经在筹备中答对了。所以总的来说，他会抢了玉骨遥和肖战的风头。不过这也是一部总体上不错的电影，广电的帮助也是有道理的。当玉骨遥情深入骨的预告片出现时，牵动了很多人的心思，很多人都对这部电影充满了假设。从这段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无论是点缀、穿搭、艺人的演技，还是人物设定，总体来说都非常优秀，完全达到了腾讯 S+ 的水准。而肖战的声音同样极具感染力。考虑到一切，玉骨遥为何能在无数人中脱颖而出，中品成全人群，应该是有很多道理的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